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支教女教师雅涵，她远嫁台湾的经历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，也让我对两岸的教育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。雅涵是个特别坚强的姑娘，她出生在湖南一个普通农村家庭，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，一家5口人，上面有个大哥，下面还有个小弟弟。虽然家境不富裕，但是父母特别疼爱孩子们，总是省吃俭用也要供孩子们读书。雅涵从小就特别懂事，知道家里条件不好，在学校里一直都很努力。她大学期间一直做家教和兼职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。毕业后本来有机会去大城市的培训机构工作，但是她选择了去农村支教。为什么要选择支教呢？我好奇地问她。雅涵笑着说，丽姐，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，深知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。我自己就是靠着老师们的帮助才有机会走出农村，所以我也想为农村的孩子们做点什么。她被分配到了湘西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学，刚到学校的时候真是举目无睹。教师破旧不说，连基本的教学设备都很缺乏。最让她心疼的是那些孩子们，有的要走2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，但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特别强烈。有一个小女孩叫小红，家里特别困难。雅涵说到这里眼眶都红了，她妈妈生病去世了，爸爸常年在外打工。她跟着奶奶一起生活，但是特别爱学习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帮奶奶干完农活才来上学，但是从来不迟到。支教的2年时间里，雅涵不仅要教课，还要负责学生的生活起居。她经常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学习用品，有时候还要去家访，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。虽然辛苦，但是看到孩子们一天天进步，她觉得特别值得。这段支教经历让雅涵对教育有了更深的思考。她发现在农村，很多家长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很严重，女孩子读书被认为是浪费，而且应试教育的压力特别大，城市里面的父母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从小把孩子们送各种补习班、兴趣班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就在这时候，他通过一个公益组织认识了来自台湾的子轩。当时子轩正在大陆考察市场，想要把自己的电子产品推广到更多地方。他去那所学校捐赠电教设备，就这样和雅涵结识了。第一次见到子轩，感觉他特别温和。雅涵回忆道，他不像有些老板那样高高在上，反而很平易近人。他还专门询问了学校的具体需求，想要帮助改善教学条件。这就是他们的初次相遇。说实话，那时候谁也没想到，这次偶遇会让2个人的人生轨迹发生改变。而更让雅涵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相遇不仅改变了他的感情生活，还彻底颠覆了他对教育的认知。要知道，在遇到子轩之前，雅涵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。他觉得台湾相对落后，觉得大陆的发展速度简直不得了。可是后来的经历让他明白，原来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。其实一开始雅涵对这段感情也是有顾虑的。你们想啊，一个台湾企业家跑到偏远山区来做公益，他担心是不是玩玩而已。而且两岸的文化差异、生活习惯都不一样，他也怕长久相处会有问题。那时候我总觉得台湾人会歧视大陆人，特别是我这种农村出身的。雅涵跟我说，再加上听说很多跨境婚姻都不幸福，我心里更没底了。但是子轩用实际行动打消了他的顾虑。原来子轩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，他的创业经历也很不容易。我刚创业的时候负债累累，前女友就跟我分手了。子轩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静，后来又谈过几次恋爱，但都因为各种原因没走到最后。直到遇见雅涵，我才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心动。子轩被雅涵无私奉献的精神打动了。他经常来学校看望孩子们，还主动承担了学校的一些建设费用。慢慢的，2个人培养出了深厚的感情。可是恋爱容易，婚姻难。当2人决定要结婚的时候，双方父母都坚决反对。雅涵的父母觉得嫁去台湾太远了，担心女儿受委屈，也怕以后照顾不到。那时候我爸妈一听说要嫁去台湾，差点没气晕过去。雅涵笑着说，他们觉得在家门口找个对象多好，非要跑那么远干嘛？子轩这边的父母也有意见，他们担心大陆姑娘是冲着钱来的，
怕儿子被骗。毕竟现在骗婚的新闻时有发生，做父母的哪能不担心呢？但是子轩特别有主见，他带着雅涵去台北见了父母。雅涵的善良和真诚打动了子轩的父母，特别是当他们知道雅涵支教的经历后，对这个准儿媳妇的印象完全改观了。让雅涵没想到的是，去台湾后的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。首先是台北的教育氛围完全不同于他之前的想象。我去参观了几所学校，简直惊呆了。雅涵激动地说，孩子们在学校不用时时刻刻绷着神经，没有做不完的作业，也不用参加各种补习班，但是他们的创新能力、动手能力都特别强。在台湾，教育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特长。学校里有各种社团活动，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。老师们也更注重启发式教育，而不是填鸭式教学。有一次我去一个小学参观，看到孩子们在上科学课。雅涵说，老师带着他们做实验，研究植物的生长过程。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，一点都不觉得是在上课。这种教育方式的成果也很明显。台湾培养出了很多科技人才，像台积电、联发科这样的国际知名企业都是靠着这样的教育体系孕育出来的。以前我总觉得大陆的教育就是最好的，考试分数高就是好。雅涵感慨道，现在才明白，原来我一直生活在信息茧房里，是个井底之蛙啊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得告诉大家，雅涵在台湾的见闻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，他发现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人性化的关怀，这让他特别感动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第一次去台湾的医院看病都快被感动哭了。雅涵跟我分享她的经历，医生耐心地跟我解释病情，护士姐姐还会用闽南语跟老人家交流，让他们感觉特别亲切。在台湾，医疗保险制度特别完善，看病不用担心以药养医的问题，医生也不会开一些没必要的检查。最重要的是，医患关系特别和谐。有一次我感冒去诊所，雅涵说，看到一位老医生特别耐心地给一个小女孩看病，还逗她开心。结果那个小女孩临走时还依依不舍地抱了抱医生爷爷，那场景真的很温馨。不仅是医疗，台湾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让雅涵刮目相看。老年人和残障人士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，街上的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，公共场所都设有爱心座位，大家也都很自觉地让座。最让我感动的是台湾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雅涵说，地铁站都有专门的电梯，方便行动不便的人。公交车看到轮椅族，司机会主动放下斜坡板帮忙。这些细节处处体现着对人的尊重。子轩的工厂也给了雅涵很大的震撼。他原以为台湾的制造业已经没落了，没想到人家是转型升级了。子轩的电子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技术含量很高，专门生产高端电子元件。我第一次参观他的工厂，发现连普通工人都有自己的创新专利。雅涵说到这里眼睛都亮了，工厂里有专门的创新实验室，鼓励员工动手做研发。难怪台湾能诞生这么多科技企业。子轩告诉雅涵，他创业的过程虽然艰辛，但是得到了很多支持。台湾有专门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，还有各种创业辅导机构。银行的创业贷款门槛也不高，让创业者有机会实现梦想。我创业那会儿确实很苦，子轩回忆道，经常睡在工厂里，省下住宿费用。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放弃，因为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，总会守得云开见月明。这种艰苦创业的经历，反而让子轩更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。他经常组织工厂员工去做公益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这也是他当初会去湘西山区捐赠设备的原因。看到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，雅涵的父母也渐渐改变了想法。他们通过视频电话看到女儿在台湾的生活，看到子轩是怎么照顾女儿的，心里的担忧少了很多。其实我爸妈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台湾会不会受委屈。雅涵说，但是他们看到这边的生活环境这么好，看到子轩对我这么好，也就放心了。而子轩的父母呢，更是被雅涵的善良和勤劳打动了。雅涵去台湾后，主动学习闽南语，跟长辈们交流。他还经常给父母亲煮一些湘菜，让他们尝尝大陆的美食。我婆婆现在可喜欢我煮的剁椒鱼头了。雅涵笑着说，
她说没想到大陆媳妇儿这么贤惠，现在逢人就夸。哎呀，说到这里我都替他们高兴呢。不过故事还没完哦，下次我再给大家讲讲他们的婚礼，还有雅涵在台湾的新生活。经过1年多的相处，雅涵和子轩终于修成正果啦。2个人的婚礼就在台北举行，特别温馨。我们的婚礼不是特别铺张，但是很有意义。雅涵说起婚礼时，眼里闪着幸福的光。子轩知道我舍不得支教的孩子们，特意安排了视频连线，让山区的孩子们也参加了我们的婚礼。婚礼上，那些孩子们唱起了感恩的心，把雅涵感动得眼泪直流。他们还用稚嫩的声音喊着：雅涵老师，祝你幸福。这一幕让在场的宾客都特别感动。子轩的父母也很有心，特意把婚礼安排在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文创园区，因为他们知道雅涵是老师，很喜欢文艺气息浓厚的地方。整个婚礼既有台湾的人文特色，又融入了湖南的传统元素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子轩居然偷偷学会了捶背。雅涵笑着说，他说在湖南，女婿要给丈母娘捶背，这是传统。没想到他不但记住了，还真的做到了，把我妈感动得不行，直说找了个好女婿。婚后的生活也让雅涵越来越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子轩特别顾家，每天下班回来都会帮忙做家务。他们还约定每周末都要去台北近郊走走，看看海，爬爬山，生活特别惬意。在台湾定居后，雅涵发现这里的生活节奏特别舒服。虽然大家都很忙，但是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。周末的时候，公园里总能看到全家人一起野餐、放风筝的温馨画面。最让我佩服的是台湾人的环保意识。雅涵说，大家都很自觉地做垃圾分类，超市购物基本上都自带环保袋，就连街边小店用的都是可降解的餐具。雅涵现在在台北一所小学教书，他发现台湾的教师地位很受尊重，工作压力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学校特别注重教师的继续教育，经常组织各种教学研讨会和培训活动。现在的工作让我特别有成就感。雅涵说，我可以把在大陆支教的经验带到课堂上，给孩子们讲大陆山区孩子们的故事，让他们懂得珍惜，也学会感恩。子轩的事业也越来越好。他的工厂研发出了新的电子元件，还申请了好几项专利。最近他们正在筹划把生意做到大陆去，想为两岸的经济交流贡献一份力量。其实两岸的民众都很善良，只是缺少了解。子轩说，如果有更多的交流机会，大家就会发现彼此身上的优点，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。雅涵现在特别感谢当初的选择。他说，如果不是来台湾，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，原来生活可以过得这么舒服，教育可以这么快乐，工作可以这么有意义。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消息，雅涵怀孕啦，这可把两家人都高兴坏了。本来我们打算再过2年才要孩子的。雅涵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，满脸幸福地说，但是这个小生命这么着急地来到我们身边，也是一种缘分呢。知道雅涵怀孕后，子轩更是细心周到得不得了，每天变着花样给雅涵煮补品，还特意请了月嫂，让雅涵安心养胎。公司的事情能不出差就不出差，生怕雅涵一个人在家孤单。最让我感动的是台湾的孕妇福利。雅涵告诉我，产检完全免费，还有专门的妇幼保健手册。医院里的护士都经过专业培训，特别耐心地回答孕妇的各种问题。不仅是医疗方面，台湾对孕妇的关怀处处可见。公共场所都设有专门的孕妇休息室，地铁和公交车上的博爱座位更是没人敢占。子轩的父母也特别支持2个人的教育理念。他们说，现在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，但更不能输了快乐童年。这让雅涵觉得特别欣慰，因为这正是他所向往的教育方式。我们已经计划好了，雅涵笑着说，等孩子出生后，要让他既学习中华传统文化，又接受台湾的创新教育，让他成为连接两岸的小小桥梁。现在雅涵的父母也打算等外孙出生后就来台湾住一段时间。子轩已经帮他们把签证都办好了，还在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，方便两边父母轮流来照顾孩子。其实一开始我还担心两边父母会有代沟，雅涵说，没想到他们相处得特别融洽。我婆婆还跟我妈学做湖南菜，
我妈也跟婆婆学做台湾小吃，两个人相见恨晚呢。最近，雅涵和子轩还有了一个新计划，他们打算在孩子出生后，每年都带着孩子回湘西山区看看，让孩子从小就知道，在大山里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小朋友，培养他的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。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幸福，雅涵感慨道，不是简单的过自己的小日子，而是能够带给他人温暖，为社会做出贡献。听到这里，我觉得特别温暖。这哪里是一个简单的婚恋故事啊，分明是一个充满爱与责任的人生篇章。从支教老师到跨海婚恋，从教育理念的碰撞到文化的融合，雅涵和子轩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可以跨越海峡，温暖可以融化隔阂，理解可以消除偏见。丽姐，谢谢你帮我讲述这个故事。雅涵真诚地对我说，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，两岸的差异并不是阻碍，而是互相学习的机会。是啊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。也许现在还有很多人对跨海婚恋心存疑虑，但是我相信只要用心经营，幸福就在眼前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故事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